很多人都以为马来西亚最会赚钱的家族企业应该是做地产、银行、种植、建筑或者能源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大马商圈里有一个非常低调的家族，平时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，但却悄悄掌握了东南亚大量的高端消费入口。你去商场买 Michael Kors、Tumi、Victoria's Secrets、Bath and Body Works， 甚至去机场免税区逛精品店的时候啊，这背后都可能出现同一个名字，它就是 Valiram。很多人也许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很少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大。Valiram 不是普通零售商，它更像是一个藏在奢侈品、机场、商场、电商和商业地产背后的高端消费帝国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为什么 Valiram 可以从一家纺织品小店变成东南亚最神秘的奢侈品零售巨头。它真正最赚钱的模式是什么呢？以及为什么它最近豪掷超过10亿令吉买入了 TRX 资产？这可能代表它正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吗？Valiram 是在吉隆坡成立，最早做的并不是奢侈品，而是纺织品贸易，后来才一步步发展成今天东南亚领先的奢侈品领域的全方位专家。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很多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做的往往不是最性感的生意，而是最基础、最辛苦、最接地气的生意。纺织品贸易、批发、门店、库存、现金流。这些东西听起来并不高级，但它训练出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商业能力：怎么选货，怎么控库存，怎么和供应商谈判，怎么理解客户，怎么在有限的空间里把商品卖出去。后来 Valiram 真正起家的是，它捉住了一个关键趋势，那就是东南亚中产崛起，机场旅游零售扩张，国际品牌需要本地合作伙伴。很多国际伙伴进入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、澳洲都不一定会自己亲自下场管理每一家店的，因为进入一个市场并不是开店那么简单，你要懂当地商场资源，要懂消费者习惯，要懂租金结构，要懂员工培训，要懂库存周转，更还要懂品牌形象，不能乱掉。这个时候 Valiram 这种区域性零售运营商就变得非常值钱了。他做的不是简单卖品牌而已，他真正做的是帮国际品牌进入东南亚和亚太市场，替他们管理门店、供应商、市场推广、员工培训、销售系统和客户体验。所以 Valiram 的第一层商业模式就是品牌代理和零售管理。简单讲，品牌负责光环， Valiram 负责落地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国际品牌在东南亚的本地操盘手。而它代理和运营的品牌组合也非常的广泛，从 Tumi、Michael Kors、Tory Burch、Victoria's Secrets， 甚至到 Coach、Versace、Bulgari 等等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 Valiram 不是靠一家品牌吃饭的，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掌握了一整套高端的消费组合。它不只是卖一个产品，而是覆盖了一个人的消费场景。你去逛商场，它在；你去机场，它在；你买礼物，它在；你要奖励自己，它也在。这就是 Valiram 的第一重护城河，它不是单点生意，而是高端消费网络。但问题来了，零售商再厉害，也有2个天然的限制。第一，你受制于品牌方，品牌授权给你，你才可以卖。品牌调整策略，你也就给跟着变了。第二，你受制于房东，再好的门店也要租商场的位置，最好的位置永远有限，而且租金只会越来越贵。所以很多零售商做到一定的规模后，都会遇到瓶颈，卖得越好，租金越贵，品牌越强，议价越难，商场越核心，位置越抢手。而 Valiram 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没有停留在我帮品牌卖货这个层面。根据 The Edge 报道， Valiram 集团已经完成了 The Action TRX 购物中心40%的股权，以及 TRX Campus 办公楼60%的股权。交易对手是澳洲房地产开发商 Lendlease。这笔交易价值约马币11亿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产投资，因为 TRX 不是普通商场。The Action TRX 位于 Tun Razak Exchange， 也就是马来西亚重点打造的国际金融区，它是大马未来最重要的商业、金融和高端消费地标之一。以前 Valiram 是商场里的租户，现在它变成了核心商圈的股东了。以前他要向房东租位置，现在他自己变成了部分房东。以前他只赚零售利润，现在他还可能享
享受租金收益、资产升值以及整个商场消费增长带来的红利。这就是 Valorem 商业模式最值得讲的转折点了。它不是从零售转去做房地产，它是用房地产加固了自己的零售护城河。这个逻辑非常资本化。高端消费卖的不是功能，而是体验，而体验需要场景。谁控制了场景，谁就控制了流量；谁控制流量，谁就控制了品牌曝光；谁控制了品牌曝光，谁就能在国际品牌面前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。这就是 Valorem 入股 TRX 的战略价值。它不只是买一栋楼，它是在买一个未来高端消费的入口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也让 Valorem 从运营商家族企业慢慢变成了资产型家族资本。Valorem 今天最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只是它代理了多少品牌，而是它已经开始把品牌、渠道、消费者、地产和资本连接在一起。这就很像一套闭环。现在它又拥有了核心商业地产权益，所以未来的 Valorem 可能不再是一个奢侈品零售商，它更像是的一个围绕着高端消费打造的家族商业生态。Valorem 很神秘，因为它不是天天上新闻的公司，它也不是上市公司，没有公开市值让你每天看股价。它也不像一些科技公司一样的疯狂的讲故事，它更像传统亚洲家族企业，低调务实，然后慢慢做大。最关键的时刻呢，它就出手买下了核心资产。Valorem 的故事也给了普通人一个很现实的商业启发。真正厉害的生意不只是卖东西，更高级的玩法是控制渠道，再高级一点就是控制场景，最高级的是控制资产和流量的入口。Valorem 从纺织品贸易到奢侈品代理，再到 TRX 商业地产股东，表面看是一家公司做大了，但本质上是一个家族从卖货走向了控场。这才是大马最神秘奢侈品帝国背后真正值得拆解的资本逻辑。我是 Axwell， 一位一本正经在聊搞钱的人，顺便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在演些什么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财经科技分析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本视频为教育与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法律的建议。